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哎呀，我估计有很多人都是没赚到什么钱的，没亏钱都算不错的了，尤其是新观众啊。为啥呢？因为最近加密货币的整体的市场行情还是很低迷呀。我看看啊，加密货币市场你算起来跌了几个月了啊？有3、4个月了是吧？就是这样跌跌不休，横横跌跌，好不容易涨一下呢，却怎么也涨不上去。那这种现象呢，也引发了很多网友心里面的恐惧。难道说加密货币市场要完蛋了？加密货币市场已经进入了生命末期了吗？哎，各位观众，你们来看啊，现在马上3月份了，整体市场呢还是涨不起来，甚至呢还有跳水的这个趋势。哎，那这也让我想起了印度神童的恐怖预言啊。之前印度神童阿南德说过，11月开始比特币就会下跌，甚至到了2022年，也就是今年的3、4月份啊，会出现泡沫破裂。大家要投资加密货币的话，尽量要保持保守投资，不要投太多的钱。那我们目前来看呢，确实是加密货币市场从去年11月份就跌到了现在，也就是今年的3、4月份啊。看起来呢，印度神童的预言也确实都中了。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印度神童的预言的准度如此之高，那么加密货币市场在今年的3、4月会不会出现真正的泡沫破裂呢？来，我今天呢会给出大家我的一些判断啊，并且呢我在节目末尾会告诉大家 NFT 的本质。毕竟嘛 NFT 前段时间到现在啊，算是站在风口浪尖，算是一个比较有热度的商业模式。但是呢，我告诉你们 NFT 市场出现了一定的风险了啊！我在节目末尾啊会告诉大家 NFT 市场的风险跟风口。那等一下啊，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请打开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那顺便把今天的这个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都是真金白银的大奖哦。尤其是这个点赞、订阅、小铃铛，你一定要打开，否则呢，老观众都知道错过了面具人的及时的财经消息，尤其是政治风险的提示啊，那造成了一些不可挽回的损失。后悔可别怪我啊！好，来讲正题啊，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这几天的走势啊。大家来看图，比特币在2月4号的时候是36250美金，也基本上是近期的低点啊。然后呢，就开始反弹了，一直反弹到了2月11号，达到了高峰，也就是45800美金，差一点就46000美金了。然后呢，就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涨涨跌跌，甚至是微跌啊，就这样涨涨跌跌，经历了1周，然后呢，就是开始大跌了。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明显的连续放量，卖出的量明显是大于买入的量的。然后呢，比特币就跌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跌到了38000美金了。前天到今天的下跌力度是最大的，这个放量呢确实是大，你们看嘛。那么这种程度的下跌也确实是引起了散户们的恐慌。那根据这种情况啊，面具人我也看了一下网上的舆情风向，现在有很多的网友，包括很多的知名博主们啊，他们现在也给不出什么方向了，也给不出什么风向了。这些人好似有点不知所措了。那说实话啊，现在的这个市场行情也确实是难以判断。为啥？我之前也说过啊，庄家们控盘，他们的操作会越来越精准的，他们的控盘技术会越来越高的，因为大数据、人工智能在完善，听懂了没？所有的数据和操作都是可以量化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操作风险也会变大。你操作的越频繁，越容易被人家抓取；你操作的越频繁，越容易被割。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啊，尽量不要的去买割买买去进行这种频繁的操作，
你也别听什么大神呀、什么大人给你说的那种，在这个点位到了以后，我就会甩掉我的空单，我去做多啊。到了这个点位以后，我又会甩掉我的多单，我去做空啊。多多空空，他为啥要告诉你在某个点位、在某个点位、某个阶段、某个阶段啊，要么去割之前的，然后呢买之后的，要么就是割之后的买之前的？为啥？就是因为他要引诱你频繁操作，你多多空空，割割买买，买买割割，你交易的越多，你报的越多，你的手续费产生的越多，他才能赚的越多，明白了没？啊！但是面具人，我告诉你们啊，不要频繁的交易啊，我也不挣你们这个钱。当然了，你们看面具人，我从政治圈再讲到金融圈，我这个人啊，一直是单打独斗，我没有给任何的政治组织，也没有给任何的机构交易所服务过，听懂了没？啊，所以说咱们之间是平等的，不存在啊，我拿了谁的钱，我来给你们带风向，咱们之间是没有什么利益关系的啊，我纯粹就是嘴炮，那你也是纯粹的听啊，你也没给我钱，我也没给你钱，我也没挣你钱，明白了吧？像这种信息呢是可以听的，可是呢，那些个交易所的走狗呀，那些个拿了网军狗粮的那些带风向的人啊，这些人的话，你听听，你就能知道中间哪块不对劲了啊！我为什么要在这个点我就得割了之前的去买你现在的呢？我为什么到了这个点我还要再开一个新单呢？你有没有想过啊？这么高的风险的事情，居然还要把自己包装成什么大人大神？我给你说啊，在这个点位，我就会选择开一个空，在那个点位，我会把之前的多单平掉，我再开一个多，在那个点位，我会把我之前的空单平掉，我再开一个多，然后呢，再过了一个点位，我会把我之前的多单再平掉，再开一个空。这些网上的 K 线大神博主们让你多多空空，空来空去，多来多去，你可以试一下按照他的这个所谓的操作思路去做啊，然后你看一看你的钱包里面的余额啊，你可以看看你最终你是赚还是赔。我不需要给你太长的时间去验证啊，你只需要跟着他的操作思路去做上个2天到3天，然后呢，你记一下账，算一笔账，你就知道有多坑了，明白了吧？好，扯远了，咱们继续来讲主题啊。我刚才说了啊，现在庄家的控盘是非常精准智能的，所以呢，你也不要去抱着能频繁的庄家们钻这些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化机器人的空子了，明白吧？你想要去靠频繁的波段去赚钱，已经是不太可能的了。庄家现在的波段是越来越精细化的啦。咱们就拿雪崩来说啊 ，AVAX 从80到90的这个区间跌到了目前它是79美金啊。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你是80几块钱买到了雪崩的话，那你现在可能是处于浮亏的状态。那么问题就来了。你现在有没有必要去割掉80多的雪崩，然后呢再等着抄底儿？那这还是一个数学问题啊！你要算一算这个账算下来划不划算，而且你还要考虑到你割了之前的，万一抄底儿的时候你还没抄到呢，它又涨回去了，那可咋办啊？等于你之前的点位没保住，然后嘞你还自割了，你还是亏，更别说来来回回交易的手续费了。那面具人在给大家推荐雪崩的时候，我告诉过你们80左右都可以买，对吧？80到90这个区间都可以买。然后嘞，面具人在给大家推荐雪崩的时候，告诉过你们，来看图，我说过雪崩在80到90的这个区间都是可以买入的。不过呢，我们还是要考虑下跌的风险，所以呢，在80美金到90美金的这个区间，我们只用拿出部分的仓位去买，然后呢，大家看好黄圈的这块啊，黄圈的这块是近期的低点76美金。那如果说 AVAX 跌到了这个区域的话，我们就可以考虑再拿一部分仓位买入来拉低均价，提高利润。当然了，你不买入也可以
你常拿的话，雪崩涨到了90，涨到了100、110、120，你还是赚的。只不过呢，我们逢低补仓是为了增加利润啊。我让你买，并没有让你割之前的啊，我也没有说让你把之前的空单平掉，在这里开个多，然后嘞再把之前的多单平掉，在这里开个空。听懂了没？我让你们的交易都是单向的，没有让你买买割割割割买买买买割割割割买买。所有咱们的操作思路都为一个方向服务，那就是赚钱，为了盈利去服务的。你可以听一听面具人我讲的东西，我给大家说的东西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赚钱。我并不是要让你们为了操作而去操作，你们操作的越多，跟我有啥关系吗？我也没有说，为那些交易所、为那些什么机构打工啊，当他们的走狗，推荐什么二维码注册邀请链接啊，你注册一下，我能赚你个几块钱的注册费，赚你个几十块钱的这个会员费，恶心人不恶心人？你看你面哥啥时候赚过那么一点点钱？我不但不赚那些钱，我每个月还给大家送$500，甚至$1000，有时候，对不对啊？这就是实力。我也不给你们吹牛逼啊，我住了多大的豪宅，我开了什么游艇，我开了什么好车，知道吧？啊，我不说不代表我没有啊，只不过我低调。面具人，我这个人啊，不太喜欢炫耀我自己的生活品质有多高，明白了吧？我最多呢，也就是晒一晒我的鹦鹉而已。这是我的小宠物嘛，也是咱们节目的另外一个小演员，对吧？你看他还会给头上开屏，是不是？跟我一路走过来的观众应该都能明白，面具人在买币和卖币之上啊，咱们之间是没有任何利益挂钩的，咱们是平等的啊，听懂了没？而且我给大家说的大方向，让你们抛弃狗币去玩 AXS 玩 XA 没问题吧？对不对？某些币某些链出现了重大的风险，到了该跑路的时候，我都会提前告诉你们的。比如说你像这个币安链整体变得比较土狗，而且呢处于下崩的趋势，是不是我当时就告诉大家了，赶紧抛弃币安链，赶紧跑路，来跟我玩雪崩，来跟我玩马蹄，对不对？那现在看起来我带你们走的大方向，每一次逃离某个币，逃离某个链，然后奔向新的币新的链，是不是都成功了？这就是对整体市场生态大环境的判断能力，听懂了没？你还真别说，币安链它现在自己都知道自己的这个 BSC 名声已经臭了，它现在反而改名成了 BNB 链了啊 ，BNB 链了啊，这一套呢也是中共的典型的操作手法，好像换一个名字，换一个说法。然后呢，就能给老百姓心理按摩了，让老百姓忘记过去的痛苦啊，重新出发了。就跟大家一听 BSC 就会感觉啊要割韭菜了，一听币安链，哎呀太恐怖了，都是坑人的，都是中心化项目，都是骗人的，都是什么内幕交易啊，都是币安的这种团伙作战，对吧？然后呢，我给你改成 BNB 链，让你一听，感觉好像不是一样的东西，就跟共产党把什么2胎3胎改成了2孩3孩，让你一听大眼儿一听感觉一下好像不是一个东西，但实际上还是一个东西。他赵长鹏作为红色贵族，作为正宗的八旗子弟，懂得共产党的这些文宣套路、统治套路，什么风波呀，他赵长鹏作为共产党的红色贵族，正宗的八旗子弟，懂得共产党的统治套路、统治的文宣手法。他赵长鹏作为红色贵族，作为正宗的八旗子弟，懂得共产党的统治思路、文宣套路，那是没有任何好奇怪的。什么你像邓小平把6·4的这个大屠杀称之为风波啊，然后习近平把这个2胎3胎称之为2孩3孩，什么习近平思想呀，什么把这个菜市场称之为菜场啊，各种各样的创造的这种短句名词啊，把一种非常恶性的事情啊，用一个比较好听的词儿来给你包装，这都是共产党擅长的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个澎湃新闻呀，什么新浪微博呀，就连这个
徐州的铁链女事件啊，这个受害人明明叫李莹，但是嘞，他共产党就可以给你创造出来一个新的名字，把这个受害人叫做小花梅啊，让人一听好像感觉啊，小花梅听得云里雾里的，哎，只要你能听到云里雾里，那共产党的这种文宣套路、统治套路就奏效了，听明白了没？好，继续来说 B 啊，我刚才说了，$80到$90买入 AVAX 都是没什么问题的。然后呢，如果你想扩大利润，想拉低均价，那你可以继续向下看到$76左右啊，在这个点位再买入一部分都是不错的。当然了，你之前买到了，你也觉得足够的话，那你就可以不要再操作了，等它涨回去就 OK 了。然后呢，我想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 Matic 啊 ，Matic 我前段时间也是给大家重点推荐的，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啊，这个马蹄啊，只要到了$1.4、$1.5，这个点位只要到了，你就可以无脑买入，无脑买就对了，听懂了没？只要接近了$1.4、$1.5，你就买，除非整个市场再往下崩，它能崩到哪儿去？1.1、1.2、1.3啊？难道说崩下去它就不涨了啊？对不对？那万一没崩到呢？没崩到1.4、1.5，你也没买到，哈，是不是？总之呢，买币就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啊！大家记住这些操作思路啊，心态要稳，不要东割西买，割买割。先不说你在币上要亏多少钱，就光这个交易费、手续费来回你要亏多少钱，你算过没？好，我们再来说一下今天的另外一个话题啊，那就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有很多网友啊，最近也被坑惨了，那就是 NFT。前段时间 NFT 是异常的火爆，就像面具人推的大头和鸡，也都是10天涨了10几倍啊。当然了，这个大头和鸡，我在我的会员群也提醒过我的会员，让他们及时离场。所以呢，这就是加会员的好处，你不但能够得到翻几倍、翻几十倍的入场机会，那如果说整体的市场出现风险了，那我毕竟做视频需要制作、上传、审核，这个效率会慢一些。但是呢，在我的会员群里面出现风险，我只要消息一发，点击发送，大家就能立刻的接收到，这就是及时性带来的价值。大家仔细观察一下啊 ，NFT 市场它只是昙花一现，火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火热程度啊就没维持多久。然后呢，你看 NFT 市场现在整体也在走低。同时呢，有经济学家指出，虽然说 NFT 行业在这段时间增长了10几倍，但是呢，大多数的数字艺术品 NFT 的买家最终将会赔钱。NFT 将被证明是有趣或者有用的，但它仍然是一种非常糟糕的价值存储。这个话啊，我有部分认同，有部分不认同。我可以给你们来分析一下我自己的观点啊。这个 NFT 说白了就是仍然属于价值投资的领域，但是呢 NFT 它也是强中心化的。NFT 它是否值钱，完全取决于项目方把它运营的怎么样，给这个 NFT 规划了多么好的生态。上到 NFT 可以构建元宇宙，可以构建庞大的社交生态娱乐圈，下到最 low 的啊，我告诉你，随便一个人坐在电脑跟前都能发行 NFT。NFT 是没有门槛的，人人都能发行的，什么骗子呀、匿名组织呀、盗之类的，他们都可以随便做个网站，在淘宝上买上200-300的一个模板啊，套个图片，然后呢就可以开始发行 NFT 了，然后呢他们就可以把钱赚了。就像那些什么个鱿鱼游戏呀包括很多的乱七八糟的图片吧随便买上几个新闻，吹牛逼，说一天涨几千倍，2天涨5000倍，只要你敢吹，你敢骗，就有傻逼信你就能挣到钱可是呢，你作为客户，你拿到了这些买到的图片，它也只是图片而已，没啥用。如果说项目方不给这些图片提供更多的功能，那你也就只是买到了一堆垃圾。如果说这堆垃圾有共识的话还可以，
那它还有一定的炒作价值。如果说没有共识的话，那你的这个钱就相当于做慈善了，听懂了没？面具人，我来告诉你们一个商业真理吧。针对于 NFT 的啊，针对于互联网艺术藏品的，其实虚拟资产它必须要依托于强社交、强娱乐功能、强实用功能，才能够发挥价值。尤其是强社交这块啊，我为什么第一个说强社交啊？因为这个是最重要的。社交是连接和维持社区的根本。用你们方便理解的话来讲，就是推广。但是你们别忽略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为什么要推广这个 NFT 呢？市面上的 NFT 那么多，对不对？我为什么偏要推广这个 NFT 呢？那有人就说了，无聊猴不也只是图片吗？为什么它能火起来，能卖那么贵？好，面具人，我想告诉你，无聊猴只有一个。成功是不可复制的，无聊猴已经占领了这个市场先机了，已经吸收了非常多的市场价值了，而且呢，他把他自己的资本也搞起来了，人家现在有自己的商业俱乐部，有自己的商会，有自己的游艇俱乐部。你只要买了无聊猴的 NFT 以后，你就可以加入他们的社区，你就可以对接很多上流资源。那这些上流资源就是我说的强社交价值。很多人买这个东西，他不单单是为了买这个东西而去买的，他更可能是为了要他背后的资源，听懂了没？否则呢，你们也可以看一看什么名人站台之类的纯图片类的，那个杰伦熊之类的啊，余文乐推的什么东西啊，这些东西最后都不行，到最后都是死翘翘。庄家们、明星们把利一套完了以后，剩下你们韭菜爱死死爱活活无所谓。大家记住了，强社交、强娱乐、强实用，这些才是价值所在。哎呀，我一不小心说多了，有点泄露天机了啊。总之呢，今年的新风向、新的商业模式会给你们完全不一样的体验的，而且呢，会颠覆你们对 NFT 以及场景应用的认知的。可能你们作为散户接触不到这个行业的核心，接触不到这个行业的先机，但是面具人我不一样呀，我作为知名的财经博主、币圈博主，我是可以跟很多机构、很多币商、很多项目方直接对接的。当然了，我不会找他们对接，都是他们来找我对接。我每天都会收到各种各样的交易所、币商给我发来的合作邀请、推广邀请。所以呢，各位，你们能知道面具人我掌握的信息和渠道是要比你们多得多的。那如果各位有想要紧跟面具人的操作点位，想要参加那些早期的项目，比如说像 XA 大头养鸡这种动不动就是十几倍、几十倍的项目的最佳进场时机，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 办理会员入群手续。或者呢，你们也可以去参加什么币安信仰群呀、爱国信仰群呀、什么 K 线画画群呀。那祝你好运，再见。